阿富汗变天震动国际，政治冲击波扑向台海。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发表所谓护台言论，随后美官员又紧急澄清，重大口误之下暴露美方在处理阿富汗和台海问题上怎样的混乱思路。民进党当局借此炒作称台湾要靠自己，第一步就在军费预算上动起了手脚。这份预算又有什么猫腻？来看看详细分析。岛内绿媒周日声称，台行政部门已筹编完成明年度政府总预算案，将在下周四提报行政部门通过后送请立法机构审议。其中，明年年度军费预算经台军方积极争取，总计编列3726亿元新台币，约合866亿元人民币，较今年增长3%。报道声称，民进党当局重视台湾所谓防卫能力，当政5年多来，军费预算平均以超过2%、3%以上的幅度逐年增长，并称原则上盼以不低于当年的 GDP 增长幅度来编制军费预算。报道称，蔡英文2016年上台时编制2017年度台当局总预算案，经台立法机构通过，2017年度军费预算为3192亿元新台币，占当年度总预算比例为16.2%。2019年度军费预算达3404亿元新台币，占当年度总预算比例达17%，为民进党再次上台以来军费预算占总预算比例最高的一年。不仅如此，岛内绿媒以一种耸人听闻的口气宣称，因应对大陆所谓武力威胁，强化自身战力，台防务部门规划提出2000余亿元新台币的特别预算案，包括生产具有源头打击能力的导弹等。报道还声称，台湾防务部门已经将远程打击纳入最新的所谓4年期防务检讨建军要项，借由对美军购以及台研究机构自行研制，筹获多款远程精准打击武器。此消息一发出，引起岛内网友质疑。有网友表示，这大概又是民进党防卫部门拿来搞钱的噱头。也有网友直斥民进党当局又找名目来蹭钱，台湾人的钱就这么好赚好花，少在那边说的义正辞严。更有网友坦言，蔡跟美国在掏空台湾。台湾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告诉深圳卫视记者，所谓特别预算属于非年度常备预算，用于额外编列采购特别武器或发展特别兵力。根据报道，此次台军方设置特别预算是为了发展远程精准攻击能力，所谓的源头打击能力。但我认为这一点可能不太容易，因为很多科技或很多技术，那并非台湾方面单独能掌握。比如说你要精准攻击，你必须要有极高的精准度。那美国 GPS 这种愿不愿意用于台自制的这些导弹，我认为还存在很大的问题那同时，你有没有能获得很可靠的情资？你了解你要攻击的目标，它的精确的位置，那这些其实就目前台军方来讲，是目前的能力所欠缺的。针对民进党当局企图以武谋独、以武拒统，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曾表示，以武拒统死路一条。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也曾明确强调，任何煽动两岸敌意、渲染两岸对抗的行径，都只会给台湾同胞带来灾难。解放军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和足够的能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一边扩军备战，一边事故频发。本周四，台陆军6军团兰阳指挥部坦克营一辆 M60A3 坦克在训练演习时，由于人员操作不当，整辆坦克竟冲下山坡，直冲向一旁的营房，当场给营房撞出一个大洞。台湾联合报提到，台陆军 M60A3 与 CM11两款主战坦克妥善率不佳，导致后勤负担加重。此次事故疑似是刹车系统故障，车内2名士兵受轻伤。而就在前几天，台湾空军嘉义基地第4战术战斗机联队一架 F-16V 战机在执行例行性飞行训练时，于起飞离地后出现座舱罩飞脱的情况，所幸台军飞行员后续紧急处置得宜，安全降落。有不少岛内网友感叹，自己在营区都会翻车，还怎么打仗？台湾联合报发表社论认为，近年来华盛顿军售放宽，但台方预算不足，防务部门军购周转极其吃力，成为隐忧。比起资源匮乏，军队组织与士气频现警讯才是更凶险的危机。外界注意到，台当局在军事上对外释放紧张信号的背后，与美方不断对台海问题发出错误信息密切相关。美国总统拜登周四在接受美媒采访中发表所谓护台言论，妄称台湾与阿富汗有根本不同，并将台湾与韩国、日本、北约并列，声称台湾遭所谓入侵，美国将回应。就在绿营为此言论亢奋之时，拜登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周五紧急澄清，称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
美国知名台湾问题专家葛莱仪在推特上称，拜登暗示美国对台的承诺不会带来什么帮助。他还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称，拜登明显的错误描述是令人遗憾的。香港明报发表文章认为，拜登的说法将美国对台承诺与受到正式军事协议约束的北约同盟、美日及美韩军事同盟等同，绝对有可能把两岸推向战争。正如葛莱仪所言，事关重大外交政策的声明应该准确且慎重。拜登急于安抚盟友，不假思索，将话说尽，反而讲多错多。拜登是外交老手，出现如此严重口误，反映美国政府乱了套。我们熟知这个美国涉外的利益都知道，美国的第一利益当然是像欧洲的北约，各国，那亚洲的像日本是它在亚洲的核心利益，韩国也算，但台湾地区或者两岸这个议题，是不是美国不可放弃的核心利益？其实这个未来还有待进一步这个观察。也因此，他所谓的把台湾地区这个稳定类比于像对日本、韩国或北约类似的承诺，我认为极可能是他本身快人快语，在压力之下说溜嘴。但从美国相关官员后续进行一个补正说明，就可以看出，美国也深知他的这样轻率发言本身带有很高度危险，也因此做出所谓的校正回归也不为过。尽管美官员火速做了澄清，民进党当局仍于周四感谢美国。然而，岛内其实有不少人明白，拜登的话不足采信。台前外事官员刘世杰直指拜登口误。台湾前安全部门主管苏启周六在电视节目中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态度归纳就6个字：心有余力不足。不难发现，阿富汗变天后，台湾社会大谈美国弃台论，今日阿富汗，明日台湾等说法，确实触动了一些台湾民众的内心。虽然美国重申了所谓美国对台承诺一如既往坚实，然而值得留意的是，民进党和国民党高层都不约而同强调，自助才能人助，靠自己最重要。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本周就表示，台湾唯一的选项就是靠自己保护，自己要更强大、更团结，不能一味依赖别人保护。台湾联合报社论认为，蔡英文会说台湾唯一选项是靠自己保护，恐怕也是觉得无词帮美国辩护，只能如此安慰岛内民众。问题是，蔡英文在台主政的5年多，在两岸关系议题上，他真的是以壮大台湾、团结台湾、保卫台湾为目标吗？事实恐非如此。如人们所见，蔡当局更多时候是在向岛内民众放送美国力挺台湾的幻觉，多数时候只是满足台湾卑微的自我感觉罢了。文章强调，令人忧心的是，蔡当局在这样的过程中，让台湾深深地嵌入美国的反中战略布局，让自己变成一枚供美方运用的棋子。如此一来，原本台湾具有更多自主性及弹性的两岸政策布局，因为被纳入美国的亚太战略，主体性却变得模糊，而挑衅的角色反而显得突出。这几年，两岸关系走向难以缓和的地步，正是因此之故。社论最后指出，与其说今日阿富汗，明日台湾是一个黑色预言，倒不如说它是一个政治警语，提醒人们不要再相信美国会协防台湾、保卫台湾的轻诺。不论蔡当局炮制了多少美国幻觉，这就是冷酷的现实。现在在防务和这个涉外事务，那蔡政府是完全倾斜到美国这边，似乎由美国帮这个蔡当局来做各种规划。从美国宣布的一大堆军售，那蔡当局照单全收，涉外事务也是美国感觉替台湾当局在那边打前锋，就可以看出，其实，在涉外和防务这个部分，那蔡当局是完全依托在美国。你这种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是有高度的风险，我认为并非杞人忧天。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于周日开启东南亚之行，到访新加坡和越南。他成为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出访亚洲的最高级别官员，也将是首位访问越南的美国副总统。有观察指出，拜登政府高官近期接连访问东南亚，试图拉拢这些国家形成恶华包围圈，共同对抗中国。但东南亚国家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美国的如意算盘将落空。拜登政府此时为从战争泥潭脱身而抛弃阿富汗政府的做法，也让美国对地区国家的外交攻势变得苍白无力。当地时间周日上午，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抵达新加坡进行访问。应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邀访，哈里斯将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
新加坡外交部发文称，哈里斯来访期间将与总统哈利玛会晤，与总理李显龙会谈，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哈里斯与新加坡私营企业及官方代表讨论供应链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此前有媒体称，哈里斯此行旨在与芯片供应链重要国家建立良好贸易关系。哈里斯周五也表示，全球芯片短缺引发的问题十分真实。周二，他将启程前往越南，这是哈里斯首次正式访问亚洲。白宫表示，此访将会聚焦安全、经济伙伴关系和全球卫生的议题，表明美国对该地区的承诺和重视，以及该地区是美国印太战略的一部分。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周四在简报会上透露，哈里斯之所以前往这2个国家访问，是因为印太地区对美国太重要了，而美国在那里也有着持久的利益。哈里斯这个访问新加坡和越南，主要是要加强与这些国家战略上的一种互信。从这个技术层面来说了，他这一次去的话了，主要是要实现在疫苗上面实现与这2个国家进一步合作的一个目标。另外，也是在高科技，包括芯片在内，这个美国尝试着重组供应链。那么在这重组供应链的过程当中，这2个国家的定位到底如何？这次他过去的话，主要是谈这2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我们说外交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也就是说了，这个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战略竞争加剧的这么一个大环境下来，争取这个东盟国家，这是东盟对美国友好的国家的支持。事实上，拜登政府近期对东南亚地区格外上心。在哈里斯此次出访前，美防长奥斯汀已于7月下旬访问新加坡、越南、菲律宾。8月初，美国务卿布林肯又出席了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议。此后，美常驻联合国代表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还访问了泰国。观察指出，拜登已经把亚洲列为外交政策议程的一个关键，一系列围绕东南亚的外交努力在未来几个月内还会持续。有观察指出，哈里斯此访的重要任务是继续修复在特朗普政府时期遭到破坏的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在特朗普任期内，美国驻多个东南亚国家的大使职位长期空缺，美方参与地区机制的级别也有所降低，这被外界认为是美国忽视该地区的表现。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莫里希伯特表示，哈里斯需要向新加坡和越南重新证明，美国对东南亚国家的承诺是坚定的，而不是像在阿富汗那样。虽然美国极力向东南亚国家展示华盛顿是值得信赖的伙伴，但美国从阿富汗仓促撤军以及阿富汗目前的混乱局面，给哈里斯的亚洲之行笼罩上了阴影。美国的可信度和能力遭到了质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说，美国从阿富汗拙劣的撤离，让哈里斯的新加坡和越南之行面临严峻挑战。美国强化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一个方面呢是弥补美国过去20年来的这个对这个地区不太重视的这么一个弱点吧；另一个方面的话是强化与中国这个在这一地区竞争的这么一种态势。所以美国的这个现在的这个说法也好啊，动作也好啊，已经非常的明显。也就是说，在现在以及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将把东南亚地区作为与中国竞争争夺的一个战略要点。外界普遍认为，包括哈里斯此访在内，美国近期拉拢东南亚国家是基于过时的冷战思维，意在挑拨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关系，谋求把东南亚变成压制中国的前沿阵地。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指出，在拜登政府对抗中国的政策中，与盟国及友好国家加强合作占据核心地位。为构建对华包围圈，美国今后还将派遣更多高官访问亚洲，或与各国开展更多磋商。但东南亚国家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希望同两国平衡地发展关系。8月初，李显龙在参加阿斯彭安全论坛时指出，许多国家希望中美关系紧张加剧的趋势能被遏制。美国的许多盟友都希望能够维持与中美两国的广泛联系。奥斯汀访越后，越南外交部发言人黎世秋恒于8月5号重申，越南一直十分重视巩固和强化与中美两国的关系，不会与别国联手对抗其他国家。观察指出，东南亚国家对自身的利益、美国的目的以及中美两国的作为都看得很清楚，他们的对华政策不会轻易被美国拉拢所左右。美国前驻越南大使施大伟表示，东南亚国家不想被视作棋子，而是希望自身的利益和主张能得到考虑。东盟国家都有着不结盟的这么一个传统习惯，也就是说，在冷战时期，这些国家在美国和苏联呢这个拒绝选边站。那么在现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这么一个档口，这些国家也不愿意在两个强国之间选边站队。
另一个我们知道，这个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经济非常的紧密，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是中国最大的出口贸易地，所以他们与中国有这么紧密的这个经济联系，他们就很难站在美国的这一边与中国作对。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今天到达新加坡，开始东南亚之行。您觉得他的访问会撬动东南亚在中美间的平衡吗？梅西你好，你说的对，这次哈里斯访问新加坡、越南2个东南亚国家，就是想撬动东南亚在中美之间的平衡，想让东南亚倾向到美国一边，成为其印太战略的一部分。可是非常不巧，就在他出发以前阿富汗局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美国信誉扫地，不仅阿富汗人及美国要干预的国家的人们不再信任美国，就连美国的盟友加伙伴欧洲人也不再信任美国，认为美国毫无信誉和道德可言，自私自利，一走了之。这对哈里斯的访问带来信誉危机。你美国在阿富汗20年都不顾及当地人的死活，说走就走，那你给新加坡人、越南人还有东南亚人说话，究竟该听信几分？有多少是忽悠和蒙骗？那么所谓的承诺能够实现几分？可以说哈里斯的东南亚之行笼罩着巨大的阿富汗阴影。再说了，现在的国际舆论，包括英美的这个媒体，都把阿富汗撤退比作是越战时期的西宫时刻，这会让越南人和周边地区的人更容易想到痛苦的往事。相反不论在经贸上还是在疫苗出口上，中国都是以诚相待，平等的与东南亚各国交往。平时就非常的注意维护与近邻的关系，所以无论是美国国务卿、国防部长，还是这次副总统的东南亚之行，都没有迹象表明东南亚在中美间的平衡被打破了。相反新加坡总理呼吁美国不能加剧中美紧张，否则对中美、对东南亚和世界都不太好。越南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哈里斯及其他这个美国官员所推崇的民主联盟毫不感兴趣，而且对美西方的和平演变、颜色革命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所以要东南亚国家打破在中美之间的平衡，选边站到美国一方，去配合所谓的印太战略是基本不可能的。我认为东南亚国家将继续同中美通时交往，但是是不会选边站的。这次哈里斯访问东南亚，为什么会选择新加坡、越南呢？美国政府的几位高官似乎把这2个国家作为主攻方向，是这样吗？你的观察是比较准确的，因为新加坡和越南在东南亚的地位特殊。我猜测美国希望首先是要搞定这2个国家，那就是可能产生羊群效应，其他国家会跟随。只不过美国打错了算盘。新加坡的地理位置极其重要，马六甲海峡是印度洋和太平洋交通大动脉的咽喉，对中美都很重要。另外新加坡是亚洲乃至世界的金融中心，就不排除美国试图把香港的部分国际金融企业推向新加坡，以此来削弱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从而来遏制中国的影响力。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政府前不久对香港的营商环境和法治精神说三道四，就是要把香港跨国金融企业忽悠到新加坡的这种意图。但是新加坡领导人向来是有国际眼光，已经批评美国不能持续与中国紧张，把中国当成对手会非常危险。新加坡过去没有站队，今后也不会选边站。而越南是东南亚军力最强、发展势头最好的国家，而且与中国有南海岛屿争端，美国再想拉一下更靠近美国一些。那么美国除了把中越南海争端看成是一个突破口，同样也把越南看作是产业转移、产业链对接的地方，努力想让在中国投资的外国企业，特别是制造业转移到越南，从而保证对美国的供应链，限制中国制造业的影响力。这次哈里斯访问越南，关注全球公共卫生、经济伙伴关系和安全等关键领域，就是这个目的。但是越南之所以发展好，就在于越共领导的好。中共和越共的关系
向来良好。那么再加上呢，由于东南亚疫情防控不严，一些已经转移到这个东南亚的制造业正在向中国内地回流。况且呀，这个越南外交呢有著名的三不原则：不和其他国家结为联盟，不参加任何军事团体，也不允许其他国家在越南驻扎军队。这三不原则呢，是越南的这个国家底线，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改变。所以呢，美国呢要让越南在中美之间选边站是不可能的。这也是越南呢为什么要低调地接待哈里斯。拜登总统关于协防台湾的言论出笼之后，美国国务院急忙说是口误，但也有人说可能是心里话。您是如何看呢？美国真会协防台湾吗？拜登的发言呢，真的是够糊涂的。他难道就不知道中美建交以后，美国和台湾解除了一切官方联系，哪能和日韩等独立国家相提并论呢？所以呢，也有美国人嘲讽，这个瞌睡墙呢，已经变成了糊涂墙了。还有什么能力能继续领导美国吗？他那样说，就是在公开的支持台独，损害一个中国原则。而台独呢，就是中国大陆设立的无痛条件之一。这个台湾海峡呢，就会地动山摇。因此呢，这个美国国务院紧接着擦屁股说总统是口误，对台湾政策没有改变。当然了，这究竟是口误还是无意中说出的心里话，还需要进一步的查证，要看美国对台的下一步这个行动。不能否认的是，由于美国政府对台政策有鼓励和这个怂恿台独之势，那么美台勾结和挑衅的事今年是特别的多。为此呢，中国大陆也做好了军事准备的行动，可以随时出击，粉碎一切这个破坏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这种行径。不过呢，台湾同胞是不怎么相信这个拜登的话，说那就是扯闲话而已。网上疯传的今日阿富汗，明日台湾是一点都没错。美国呢才不会为台湾去打仗。但是呢，不管拜登的说辞是真是假，那么这件事呢，在台湾引发的争论还是好的。这个台湾民众呢，更深的知道台湾的未来在何处，应该走向何处去，台独的下场会怎样。这也许呢，会激发这个两岸中国人的凝聚力和维持和平的决心，进一步遏制民进党蔡英文的台独倾向。这台湾网民的话就直截了当，而且是富有幽默感。信美国母猪都能爬上树，这或许呢就是拜登的糊涂话带给台湾人的清醒。好的，也谢谢陈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随着塔利班控制阿富汗境内大部分领土，该组织从阿富汗政府军手中缴获了价值数亿甚至数十亿美元的美国军事装备。当地时间21号，塔利班特种部队巴德里313发布了一张照片，照片中士兵携带美制装备，举起塔利班旗帜。俄媒认为这张照片是在嘲笑美国。据今日俄罗斯21号报道，阿富汗塔利班特种部队巴德里313士兵身穿美军撤离后留下的美制装备，摆拍了一张宣传照片。很快，这张照片激怒了不少美国人，有人认为这是对美国的终极侮辱。报道称，在这张照片中，塔利班特种部队巴德里313士兵身穿全套迷彩服、防弹衣和战靴，还佩戴了夜视镜，装备齐全，似乎重现了1945年硫磺岛战役中美军在折波山上升起美国国旗的那张标志性照片。在不少美国人看来，美国国旗插上硫磺岛这张照片，反映了二战期间美国军人浴血奋战的英雄形象，塑造了美国人的二战记忆。因此，塔利班士兵这张照片公布后，立刻震惊美国，不少美国人愤怒不已，其中大多数人都将矛头对准了拜登。在美国演员卡尔马里诺看来，塔利班士兵模仿美军在二战中的标志性动作是种嘲笑，这应该激怒了所有美国人。美国电视评论员约翰卡迪罗说，拜登必须辞职，或者是被弹劾免职。已故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的女儿，保守派专栏作家梅根麦凯恩更是讽刺说，我们成了全世界的笑柄。实际上，在塔利班进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为接管政权做准备之际，一段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塔利班特种部队的视频就引发热议。他们的一身单兵装备相当先进，已经难以与其他国家的特种部队区分开来。据今日印度和英国《每日邮报》网站此前的报道，塔利班特种部队已经开始在喀布尔执行巡逻任务，而他们的装扮打破了人们对该组织的固有印象。
报道称，这支名为巴德里313的特种部队采用完全不同的武器装备，不再使用 AK-47步枪。在公开的这段视频中，这支部队训练有素，配备了最先进的军事装备，还可以看到士兵戴着军用头盔和护目镜，而不是通常使用的头巾。在迷彩服外，还穿着防弹背心，而不是传统的长袍，还配备了战术步枪。此外，这些士兵似乎还配备有现代化装备，包括战斗靴，甚至是夜视仪，这使得很难将其与其他国家的特种部队区分开来。英国《每日邮报》网站还称，目前还不清楚这些装备是从何而来，但似乎是美制装备和阿富汗部队所使用的装备的组合。报道还说，依据现阶段情报评估，塔利班已经获得超过2000辆悍马等装甲车辆，多至40架飞机和直升机，包括黑鹰和扫描鹰无人机。美国国会山报19号还报道称，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已经落入塔利班之手。也有美国政府官员认为，尽管塔利班获得飞机和直升机令人担忧，但使用这类武器装备需要培训及维护，对塔利班并非易事。不仅如此，美军遗留在阿富汗的生物识别设备也被塔利班缴获。据美媒报道，阿富汗塔利班缴获了美国军方的生物识别设备，这些设备可以用于识别那些曾经协助过以美国为首的联军部队的阿富汗人。美国防务新闻网站近日刊文称，到目前为止，五角大楼还没有确认有多少军机被塔利班缴获，不确认具体有多少军机仍然可以使用，也还没有确认有多少军机已经由阿富汗空军飞行员安全地飞往邻国相对安全的地方。防务新闻称，阿富汗军队装备的固定翼飞机包括23架 A-29 攻击机、4架 C-130运输机和33架塞斯纳208多用途飞机，其中部分塞斯纳208被改装成攻击机或侦察机。直升机方面大约有150架，主力是美国制造的 UH-60黑鹰多用途直升机和 MD-530轻型武装直升机，此外还有部分俄制直升机。防务新闻认为，在阿富汗空军的库存中最先进的军机是 A-29攻击机，这是一种涡轮螺旋桨攻击机，由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制造，由美国内华达山脉公司改装，为该飞机集成了传感器和机载武器。与专为空战格斗、强调速度和机动性而设计的战斗机不同 ，A-29攻击针对需要慢速低空飞行以打击地面目标的反叛乱任务进行了优化。这种飞机可以由相对缺乏经验的飞行员驾驶，并可在严酷的环境中操作。从塔利班武装人员在社交媒体公布的照片来看，塔利班已经获得了政府军的黑鹰、MD-530、米24等直升机。固定翼飞机方面，则包括部分 A-29攻击机和塞斯纳208飞机。对于美国来说，包括军机在内的大量美制武器成为塔利班的囊中之物后会发生什么？这是当下值得关心的一个重要话题。在美国军方人士看来，即使塔利班掌握了不少美制军机，但对美国威胁非常有限。美国空军作战指挥部负责人马克·凯利将军说 ，A-29攻击机非常适合阿富汗空军，因为阿富汗空军是从头开始建设的。但在未来与塔利班的交战中，这些战机对美军不构成威胁。他认为 A-29中的技术不是尖端技术 ，A-29的航程、速度、计算机能力和升降能力都不会对美军构成威胁。这些武器装备短时间内不会构成大的威胁，因为从目前阿富汗所得到的一些基本装备去分析，都不是高端装备。而且对于阿富汗政府军，美国也采取了相对保留的态度。像 UH-60直升机，这已经是美军濒临退役的武器装备。像 A-29这种慢速攻击机，美国空军也不装备，基本上都是军援装备。另外，像大量的 M16步枪也根本就起不到一些泄密的功能。所以目前看呢，他不太担心这些武器装备落到塔利班手里边，可以对美国武器装备构成比较大的泄密事件。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您好。阿富汗塔利班2号人物巴拉达尔已于近日抵达首都喀布尔，组建阿富汗新政府已经提上议程。与此同时呢，阿塔方面也传出声音称不打算组建过渡政府。您是如何来展望阿富汗政局走势的？是的，美西，阿富汗政局变天，塔利班已经成功夺权。既然切蛋糕的那把刀已经握在了手里，那么阿塔下一阶段要做的事情就是如何分蛋糕。夺权只是故事的开始，成功分权并且实现有效制衡，故事才能延续下去。但这恐怕不会是一个欢声笑语的过程，它当然意味着会有各路神仙甚至是牛鬼蛇神主动来敲门，希望能够分杯羹。这就是摆在塔利班面前最现实的问题，那就是排排坐，分果果。阿塔2号人物巴拉达尔此去喀布尔最大的任务就是阻隔。塔利班此前已经向国际社会许诺，将成立一个开放包容的伊斯兰政府。
但细心的朋友已经发现，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提出的建议则更加全面，那就是要组建开放、包容且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府。我必须指出，这个广泛代表性恐怕是问题的关键，它将直接决定塔利班夺权后，阿富汗是以相对的大一统开局，还是以绝对的军阀割据开局。千万不要忘了，美国至于加尼政府的失败，首先是阿富汗国内政治治理上的失败。政治这道坎如果迈不过去，塔利班重回喀布尔也可能会是昙花一现。那么政治的核心智慧是什么？是妥协。阿塔方面当然意识到这一点了。就在巴拉达尔抵达喀布尔前夕，塔利班3大核心副手之一希拉朱丁·哈卡尼的叔叔拉赫曼·哈卡尼在喀布尔会见了阿富汗前总理希克马蒂亚尔。这位昔日大军阀身后则是一群曾经统治阿富汗的各路诸侯，包括前总统卡尔扎伊。卡尔扎伊曾经提议要组建过渡时期政府，但塔利班方面显然嗅出了对方想要借势抓牌的意图，回绝了组建过渡政府的提议。一个值得玩味的细节是，俄罗斯方面此前曾释放信号，暂不会承认塔利班政权，却愿意与一个过渡政府接洽。如果说塔利班通过农村包围城市实现了武装夺权，那么今后他们面对的最大课题是如何从城市回到农村，将政治影响力与领导力通过喀布尔传递至阿富汗的各个角落。这就是打天下易，做天下难，分权远比夺权要复杂得多。所以阿富汗的政局走势何去何从，很大程度上要看塔利班政权是否真能如他们所承诺的那样，组建一个开放包容的政府。另一方面，正忙于从阿富汗撤走滞留公民的美国拜登政府放出风声，考虑对留在阿富汗的美军设备进行空袭。与之相对应的是，塔利班方面正在广泛招募空军人员。您对此有何观察？拜登政府放话将会炸毁所有带不走的美军装备，我觉得这不过是一块遮羞布罢了，它难掩这场失败撤军的耻辱与尴尬。事实上，美军根本就不打算带走这些滞留在阿富汗的武器装备。阿富汗是一个内陆国家，没有港口，更没有成熟的铁路运输系统。要将这些数以千计的装甲车辆用运输机运走，费用将是一个天文数字。这笔账美国人早就算清楚了。所以上个月美军在撤离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的时候，那些装备就整整齐齐地躺在基地里，宛如一个钢铁坟场。无论是美军带过去的，还是卖给政府军的装备，美国人都会提前做好风险评估，也就是用底线思维去推测，假设这个装备在战场上被敌军缴获了，会带来多大的危害性？假设这个装备被不靠谱的政府军开去投诚了，机密泄露的风险有多大？做完这些计算题之后，美国才会真正的把装备派出去，或者是卖出去。因此我认为今天的局面，美国人心里多少有底。那丢几颗炸弹下去把这东西炸了，不过是忽悠一下国民众这场撤军还是相对有序的。另一方面，塔利班正在招募空军人员，这是阿富汗局势中最大的一个变化，那就是塔利班武装角色的转变。他们正由一支地方部族武装向一支由政府领导的国防力量转变。昔日游击队要成为正规军，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组建空军是塔利班走向正规化的重要一步。眼下，他们虽然缴获了许多装备，但有多少是能飞起来的，还要打一个问号。飞行员固然稀缺，但更宝贵的恐怕还是那些有知识、有能力维护保养这些装备的地勤人员。空军是一个技术密集型的军种，美式装备与苏式装备并存，塔利班恐怕需要一个好师傅对他们进行系统性培训。塔利班必须做好两手准备，一是在政治上以妥协的方式换取团结局面，二是以军事的高压态势维系这个团结局面。好的，也谢谢吴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
继乱港组织教协民阵宣布解散之后，连日来港媒持续聚焦另一反中乱港组织支联会的去向。对于有消息指支联会近期在讨论是否解散的问题，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同扬言，目前没有任何解散的决定，解散的决定权不在执委，而是在全体会员。有消息称，香港警方正针对支联会进行搜证，并将调查范围扩大至其会员团体，如有证据显示违反香港国安法，将会启动取缔程序。8月15号，有香港霍乱之源之称的反中乱港组织民阵宣布解散。此前，同样劣迹斑斑的教协也宣布解散，而支联会是民阵的骨干团队，在过去30多年来一直煽动香港市民仇视中央政府，即使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后，仍大肆宣扬其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的违法主张。香港社会各界强烈要求取缔支联会。据港媒报道，目前警方正积极跟进调查，并进一步将调查范围扩展至其会员团体。无论其是否公开表态退出支联会，在取得足够证据后，将依法启动取缔程序。眼看大事不妙，有消息指支联会近日也在商讨去留问题。不过，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同日前在接受采访时就声称，现阶段并无计划解散支联会，又称解散权在于全体成员。解散决定要在会员大会全体通过，而大会一般年底才举行，若有需要，可以开临时会员大会。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周五发表声明，宣布已退出支联会，已不再是支联会成员团体，又强调该会过往20年间一直没有参与支联会工作，并没有出席支联会会议。有政界及法律界人士指出，目前不少支联会的成员团体纷纷跳船，但即使支联会自行解散，只要执法部门掌握足够证据，支联会及其成员也难逃刑责。民建联立法会议员何俊贤质疑，支联会多年来都是反华势力在香港的主要基地，不肯公开成员名单，很可能是因为不敢，也可能是为获外国势力首肯，所以才不敢贸然解散。相信执法部门必定依法彻查。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上周一就表示，若任何人动辄能以解散、退场等逃避相关责任，法治将难以彰显。他强调，执法部门会继续采取全方位打击的策略，绝不容许违法组织及犯法者借解散逍遥法外。